奇变偶不变，符号看象限。宫廷玉液酒180杯。青亥李惠崩，碳氮养福年。老娘学的是机械，不背这玩意儿。柳若雪，真的是你这个母老虎！没想到咱俩这从小掐到大的死对头，居然一块穿越了。三手！哼，你弄脏老娘的破布衫了。来到这里你也要打我？难道就不能一起捞钱享受生活吗？就凭老娘这机械系高材生的手艺，先搞火药后造炮，蒸汽机床建一套，左手开枪右手雷，骑兵来了也得没。那小爷我的24史和国富论也不是白读的，先搞垄断后放贷，收割世家当韭菜。咱俩双剑合璧，直接天下无敌。不过造反是个体力活，起早贪黑太累了。咱俩现在连京城朝哪边开都不知道，上来就去跟皇帝死亏，步子迈太大，容易扯着灯。有道理啊，咱们只要混好这地方，把本地的土财主都忽悠瘸了，偏安一隅当个潇洒富家翁，岂不是更快活？白天勾栏听曲，晚上纸醉金迷，这才是穿越者的正确打开方式啊！没错，咱们的大好青春就该浪费在享受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上。他们是饿疯了吗？快走快走！这种疯子咬人可疼了，被咬了也要变傻子的。山野村妇有眼无珠，不识卧龙凤雏真面目。行了，别扯了，先进城吃顿好的。你身上带钱了吗？废话，咱俩是刚穿越过来的，我现在兜里比脸都干净。那咱们现在不就是两个要饭的吗？这还不是学机械的吗？手搓个玻璃杯卖给大户人家，第一桶金不就来了？我是学机械工程的，不是太上老君。搓玻璃得要石英砂、熊碱，还得有上千度高温的窑。那打火机呢？火柴呢？没有机床，没有原料，你让我用指甲盖给你抠个齿轮出来吗？放肆！你敢说本夫人说谎？来人，把这狂徒的嘴给我撕烂！夫人且慢，夫人若是不信，可敢当众一试。若这仙鹿灶不能让夫人洗去凡胎浊骨，萧某愿意献上这颗项上人头。本夫人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！你这什么破仙鹿灶，拿出来！若雪，上仙气。就这不就是加了点颜色的胰子吗？端一盆清水来，再拿一块夫人平时用的上等鼻子。是。夫人，得罪了。这仙鹿灶乃是采用极西之地9981味仙草，辅以昆仑山顶千年玄晴水，经749天秘法熬制，泡沫如雪，能深入村里，洗净铅华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手竟然像回到了28年华。夫人如何？神物，这是真正的仙家神物。这块仙入灶，本夫人要了，你开个价。我家老爷是青州知府，先卖给我。1文钱成本的烂猪油，竟然真的被他包装成了神仙药。这仙鹿灶产量极低，需在月圆之夜汲取天地精华方可成型。我们龙凤商会每月只产50块，而且什么？你倒是说啊！钱不是问题。这仙入灶今日在此只卖10块，每一块底价10两银子，价高者得20两。谁敢跟本夫人抢？这叫预售期权，下个月初1凭此凭证到商会提货，可优先拿到新鲜出炉的仙鹿灶。若是下个月拿不到货呢？若拿不到货，龙凤商会双倍赔偿定金。我买2张凭证，给我3张，下个月崔姐姐的生辰，刚好拿来做贺礼。210两现银，外加150两的定金，购买3进大宅子，还能买10几个丫鬟仆人。你丫根本不是在做生意，你这简直就是合法的诈骗。胡说八道，这叫商业前瞻性布局，再用期货预售的方式提前套现回笼资金。这在现代是烂大街的套路，但在古代就是不可阻挡的降维打击。那咱们接下来干嘛？买大宅子当富家翁？格局小了，若雪同志，我要用这300两做杠杆，进军大燕朝真正的高频刚需产业。老板，先来50串羊肉，4个腰子，再上2坛你们这儿最烈的酒。终于能吃顿人饭了。来，为了我们的大燕朝商业帝国，干杯！你喷我干嘛？这他妈是什么鬼东西？这羊肉一股骚味的就不说了，这盐怎么也是苦的？你以为我想喷？这酒又酸又涩，里面还有米糠渣子，度数撑死不到10度。这大燕朝的制盐技术太原始了，市面上流通的粗海盐根本没有经过化学除杂，里面不仅含有氯化钠，还含有大量的氯化镁和硫酸黄。氯化镁那是做豆腐用的卤水，怪不得这么苦。这哪是调料，这分明是肾结石启动套餐啊！若雪，
商业的本质是什么？低买高卖，空手套白狼。你又想出什么损招了？是解决痛点。如果我们能搞出雪白的银盐，咱们能赚多少钱？赚多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熬制丝盐是要诛9族的。谁说我们要去海边煮关盐了？你记不记得咱们院子旁有一座废弃的矿山？那边的石头都是灰白色的，怎么了？那是一座天然的旱盐矿，因为矿石里含有贝离子，吃死过不少人。你想提纯毒盐矿，物理溶解加化学沉淀除杂？没错，别人眼里那是毒药，但在我们这2个现代大学生眼里，那就是堆积如山的白银。走，咱们现在就去毒盐矿进货。萧晨，你确定这玩意儿能吃？这颜色看着就像是重金金属超标啊！不吃，那你就饿着。能不能吃，就看你的化学必修课及格没有了。若雪同志，发挥你机械系女汉子光热的时候到了。你当老娘是碎石机啊？就当这些石头是你前男友的脑袋，用力砸。水能溶解氯化钠，也能溶解里面的氯化钠和氯化硼等毒素，但那些不溶于水的泥沙就会沉淀在桶底，这叫物理初筛。接下来，上硬菜。发生负分辨反应了，毒盐里的钯离子和钙离子遇到碳酸源，生成了不溶于水的碳酸耗和碳酸钠沉淀。萧晨，你小子化学可以啊！别急，这只是第一步，里面还有发苦的镁离子。利用活性炭吸附残留的微小杂质和色素，别把底下的沉淀物搅浑了。若雪，退火，用余温烘干，不然受热不均会爆锅。这才叫人吃的细盐啊，纯度绝对在95%以上。盐是有了，可老娘的酒呢？那吃烧烤多没劲啊！嘿嘿，图纸我画好了，接下来该你这位机械系高才才生表演手搓冷凝塔了。这有何难？萧晨，给我拿锡条来，我要把这些接缝焊死。来了来了，柳工程师，您这漏斗敲得真圆。不过这红糖管怎么弯啊？这不是小意思吗？你这是人形液压机啊！谁取了你绝对不敢顶嘴。闭嘴，把冷水缸推过来。大烟第一台简易冷凝蒸馏塔组装完毕。闭嘴，把冷水缸推过来。大烟第一台简易冷凝蒸馏塔组装完毕。这就行了？会不会漏气爆炸呀？哼，你是在质疑我的专业吗？倒酒，把昨天买的那10几坛馊酒全倒进底锅里。就这玩意儿就能酿出高度酒？酒精的沸点是78度，而水的沸点是100度左右。只要我们把火候控制在，就会先气化，变成蒸汽往上走。蒸汽进入顶部的漏斗，顺着红铜管进入冷水缸，遇冷液化，最后从脚管流出来的就是提混后的高浓度酒精。这度数绝对超过50度了，这是纯正的二锅头啊！这酒要是拿去卖，些喝过了10几度马尿的古代鬼，估计一口就得倒下。血盐和高度酒都有了，现在是时候去好好搓一顿了。老乡，你们在干嘛呢？这沟里有什么东西吗？这手里最阳的跟石头一样，咬人可疼了。水稻的根都被他们搅断了，这玩意儿连猪都不吃，真是造孽呀！老乡，这铁甲虫我全收了，1文钱2斤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这位公子，你莫不是又硬又臭？你买回去干啥？我家是养鸭子的，买回去捣去碎了，喂鸭子长得快。在古代你怎么做这玩意儿？接下来就让你见识见识现代美食的降维打击，准备洗刷。老娘堂堂机械系杏花跆拳道黑带，你让我在这刷虫子？忍住，这可是咱们的摇钱树啊！只要这锅虾炒出来，我保证口味能风靡整个青州府。下油！萧晨，这古代猪油腥味太重了，能行吗？高温能破坏部分异味蛋白，下料！你放多猪鱼干嘛？想辣死人啊！还有就是痛觉，痛觉能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，产生极其强烈的成瘾性。放虾，虾壳里的虾青素遇到高温，蛋白质发生变性，游离出红色的类胡萝卜素，红了，上咱们秘制调料。你疯了？那是咱们提纯的凝盐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细盐里面的钠离子结合虾肉的氨基酸，能产生超越古代味精100倍的鲜味。土腥味怎么样？这就得靠你手搓冷凝塔酿出来的宝贝了，这叫烈火烹油，乙醇在高温下迅速挥发，带走3甲胺等腥味物体。那不是烂泥沟里的铁侠虫吗？大家退后，休要被这妖人骗了。此虫生于恶水，乃极寒大毒之物。你跟老邓胡说什么？信不信老娘用锅铲敲碎你的假牙？慢着，你说这铁甲虫有毒，严氏砒霜可有证据？污蔑我们的小龙虾，可是要吃官司的。哼！老夫行医30载，岂会看错？古法有云：银针验毒，一试便知。你可敢让老夫当众一试？请便。今天若验出毒，我把这2盆铁滑虫连壳吞了；但要是验不出毒，老先生，你可得当众给我道个歉。老夫这就拆穿你的鬼把戏！大家都看好了，马上就会变黑。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绝对是你的盐有问题。您的银针是不是失灵了？妖法！你这是妖法！这么白的东西
怎么可能没有毒？老头听好，你们的砒霜能验出，是因为提纯垃圾含大量硫化物，银遇硫化物发生氧化还原反应，针才会发黑。而我们这血盐是物理过滤的纯氯化钠，里面连一根毛的硫化物都没。验个空气啊！而我们使用的昆仑雪盐没有任何硫化物，更加增添了国内小龙虾的香味。总不能真去要饭吧？要饭也得去城里要。凭咱们俩这智商，就算是当乞丐，那也必须是乞丐里的帝王。走，进城。来来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破局者赏大钱50文，输了只收2文钱茶水费。就这种烂大街的江湖残局，我在天桥底下看老大爷下棋都看吐了。就算你能破局，咱俩连输了赔的2文钱茶水费都没有，空手套白狼啊！山人自有妙计，一会儿你看我眼色行事，把你那泼妇劲儿拿出来。你是不是活腻歪了？都让让，这破局小爷我破了。哪来的臭叫花子？你有钱吗？就敢坐下？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位可是我们村首富的女儿，还会差你这点银子？我爹可是村里养猪大户，欺负我们乡下人没钱啊！今天你要是破不了局，拿不出2文钱，老夫打断你们的腿；破不了，我把这棋盘吃了。这可是赵公子高价买来的绝世残局，就凭一个叫花子，做梦！炮2平5，哼，马8进7，车6退1，你这是自寻绝路。将5平6，马7退5。今日街头开业大酬比。一份上好的小龙虾只要5文钱，第一个试吃的人再送本店独家烈酒神仙醉。掌柜的说话算数，要是吃出人命，管不管埋？哈哈哈哈哈！管，连你的风水宝地都包了。若雪上酒。没有泥腥味，只有鲜甜和极致的麻辣冲击。这味道，别光吃菜，干一口。哈！我的老天爷呀，真香啊！这30文全换成小龙虾，再打一壶酒。给我来10文钱的，我也要尝尝。排队5文钱一份，没货了。各位街坊，明儿请早啊！累死老娘了！5文10文的，这2筐铜钱撑死赚20两。谁说只能赚底层铜板？底层只是引流，真正暴富是转化高端韭菜。掌柜的，香味都飘我马车里了，来5斤，本老爷有钱。对不住，红甲将军卖光了。你这菜里盐味怎么没有一丝苦涩？如此鲜亮纯粹。老爷好舌头，实不相瞒，这菜好吃是因为加了神仙佐料，这叫昆仑雪盐，乃西域苦行僧采集万年玄冰提炼。这一小瓶本老爷要了，你开价。这可是镇店之宝，不卖的。我出1两。大白天抢劫，5两银子1瓶，概不还价。好，5两就5两，来10瓶，出12两。给本少爷出12两，出12两。 500两，2800两，加上卖肥皂的，咱们有整整3000两了。咱们从乞丐变成身价3000两的巨富了。接下来买大宅子当最大盐商，这些核心资金你贴身收好。赵家垄断盐业，咱们动他们蛋糕，不可能毫无动静。都不许动！衙门办案，违抗者格杀勿论。萧大掌柜，这么晚了还在数黑钱呢？哼哼，卖私盐赚的钱烫手吗？若雪，别动，这是官府的捕快，不是地痞流氓。你打退了他们，咱们就成了公然造反的侵犯。萧某是个本分生意人，搜，给我挖地3尺。头，入厨地窖发现了3大缸还没分装的血盐，哈哈哈哈！大烟律法，私贩嫌疑盐10斤以上，按律当斩。我看你这次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慢着，这盐是我萧晨一个人提炼的，那个女人只是我雇来洗碗的临时工，她什么都不知道，这罪我一个人背了。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滚！以后别让老子再看见你这个笨手笨脚的洗碗工，想跑没那么容易，把那娘们也给我抓起来！萧晨，你给老子活着！你要是敢死在牢里，老娘把大燕朝的皇宫给炸了！
进了青州府的死牢，我看你那张嘴还能不能这么硬。带走！只要你们今天晚上给我弄只烧鸡，再来壶好酒，等我出狱那天就带着你们挣大钱。大燕朝的规矩，说到底也就是一盘生意。嘘，别叫，我不是来杀你的，我是来跟你谈生意的。女侠饶命！那萧晨犯的是国法，是死罪啊！这里是2000两白银，四海商会的全部流动资金。王大人，这也是我们孝敬大人的公关活动费。这2000两足够本官在京城买套4合院，舒舒服服过完下半辈子了。那3大缸白色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盐，只是洗过的梁间除垢粉。可是这案子已经定性了，赵公子那边本官不好交代啊。赵公子，他算个屁！如果您不收，您的全家老小就会挂在衙门口。女侠说的对，那粉末确实没咸味儿，萧晨分明是被构陷的。女侠放心，这案子本官立刻驳回，明早我就把萧大善人请出来。听说卖天价血盐的大掌柜要被斩了，一会儿萧晨出来，先用夹棍把他的食指全夹断。公子放心，小的在牢里安排了18般酷刑，保准让他生不如死。带嫌犯萧晨上堂。草民萧晨见过青天大老爷。本官连夜重审，搜出的3缸白色粉末根本不是食盐，而是用来洗油污的草木飞灰。王大人，你疯了吗？那盐我都亲口尝过，怎么可能是草木灰？大胆！本官亲自让人喂了猪，那猪吃了毫无反应，怎么可能是盐？姓王的，我爹是不是收了宰相？信不信我让你摘了乌纱帽？商人萧晨遭人诬陷，实乃清白之身，本官宣布当堂释放，退堂。站住！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？商业竞争，玩不起就别玩。你以为借助公权力就能打压我？想要血盐的绝密配方，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能力。你一个升斗小民也敢和我斗？有什么手段就使出来吧。萧晨，我誓要将你挫骨万段。没死在里面。有你这么硬核的老大砸钱护着，阎王爷都得放行啊。钱全没了，2000两一文没剩，咱们又成穷光蛋了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赵天霸这个蠢货觊觎咱们的精盐配方，过几天我就会让他连本带利的给我们送回来。你往这毒盐提纯方汪里加芒硝干什么？芒硝的主要成分是硫酸钠，不仅不能除杂，吃多了还会中毒腹泻啊。芒硝在常温一下结晶，也会呈现出极其漂亮的雪白色。赵天霸那种纨绔子弟看到白色晶体，肯定以为自己成功提纯了血盐。然后呢？氯化镁加高纯度硫沙钠，这在现代医学上叫切药。我以前只知道搞金融的心脏，没想到你们学理科的心更黑。饵撒下去了，就看赵少爷的狗腿子们给不给力了。还真来偷了。贪婪会让他脑补出一切合理的逻辑。睡觉，明天放假看宰相府的好戏。萧晨啊，萧晨，你一个要饭的乞丐还敢跟我斗？少爷英明，这秘方加芒硝能出血盐，简直是神来之笔啊！等本少爷垄断了财库，就亲手砸碎那个乞丐的狗头！来人，立刻去城外拉毒盐石，多加芒硝给本少爷熬！诸位，尝尝我赵家的血盐和仙酒，喝了能延年益寿。干！这菜好特别的咸味啊！这酒，少爷，您怎么了？少爷出意外了！我的肚子，毛泡在哪儿？让开，我憋不住了！萧晨，你个畜生，阴我！听街坊说，赵府别院现在臭得连狗都不敢靠近。他活该。过去这半个月，咱们目前的净利润刚好突破2000两白银，现在是时候改善下咱们的住宅，享受下生活了。萧大老板，您这图纸小老儿看不懂啊，这床底下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密密麻麻的小竹圈？这叫人体工学席梦思。还有这茅房怎么不在后院，非要建在屋子里？这叫室内抽水马桶。床底下的竹圈必须用最有弹性的3年生老毛竹，经过高温烤完定型，做成100个羊毛毡和10层新棉。用 U 型弯管，水管不都是直的吗？弯了水怎么下去？这叫水封原理，水停在 U 型管底部就能彻底隔绝臭气倒灌。还有，给我双层花梨木大柜子，夹层塞满棉花保温。我要造一台不用电的古代冰箱。萧
晨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大白天拿块黑布蒙我眼睛干嘛？你要劫财还是劫色啊？我告诉你，老娘一拳下去，你可能会死。劫什么色啊？你那肱二头肌比我都大，马上就到了。这可是我给你准备了半个月的超级大惊喜。抬脚，跨门槛。好了，可以摘了。这是咱们的新家。格局打开，外面的园林只是前菜，真正的硬核科技在主卧。这床怎么这么厚？上去试试。弹簧，这古代哪来的弹簧？老娘这半个月感觉腰都快断了，这特么是席梦思啊！萧晨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将军，四居被反活了，你只用了3步，快点给钱，50文一个大子儿都不能少。你这个要饭的，敢来砸场子！来人，把这俩骗子给我抓起来！我就知道你们喜欢玩赖的。若雪，屋里救扶他们。快点给钱，不然我敲碎你的天灵盖！你们给我等着，赵公子会放过你们的。走，咱们这就去下馆子饱餐一顿。这古代的鸡柴了点儿，但真香啊！这50文钱的购买力我算明白了。咱们刚租这间破柴房，预付了3天房租，花了10文钱。买这只最便宜的老母鸡又花了30文。唉，也就是说明天咱们又得去喝西北风了。咱们还有剩下的启动资金，10文钱如果用来搞实体经济，连买个破锅都不够。但如果用来搞轻工业垄断制造，利润率能达到惊人的3000%。你《资本论》看多了，脑子秀逗了吧？10文钱，你打算造芯片还是造光刻机？造肥皂。没有高退钢弹簧，但我有高温定型的老毛竹啊，120个竹制弹簧做支撑，然后再装上3层羊毛捏。小陈，你简直是个天才，老娘爱死你了！那什么，我是说我爱死这张床了。哦，原来是亲床啊。还有什么？当，大燕巢第1台零氟利极纯手工打造的双开门冰箱。冰？这大夏天的，你从哪儿弄来的冰？化学是一门伟大的学诀，硝石溶于水时会吸收大量的热量，能让水瞬间结冰。萧大资本家有钱真特么好啊！别急着感叹，还有最后一个地方，保证洗去你的全部疲惫。这可是逼着铁匠改了10几次才做出来的。自来水、热水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墙外面连着锅炉房，24小时恒温热水洗浴。你可以滚了，老娘现在就要泡澡，简直太爽了，感觉全身骨头都重新组装了一遍。你刚从造价几10两的浴缸出来，怎么还穿的这个破衣服？老娘这就这一套衣服，挂在锅炉边烤干的，有的穿就不错了。难道我还得穿这种走路绊脚、打架迈不开腿的古代长裙啊？这怎么行？带上银票，我带你去青州府最好的商场买衣服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老娘要买最好的料子。去，哪里来的臭叫花子？要饭去后门狗洞待着。若是惊扰了贵客，打断你们2条狗腿，滚出去！若雪，斯文点儿，咱们今天是来消费的上帝，不是土匪。掌柜的，锦绣阁开门做生意，就是这么把客人往外赶的吗？哟，这年头的叫花子嘴皮子倒挺利索。2位这一身恐怕连3文钱都不值吧？就算把全家卖了，你们能买得起这店里的一根蚕丝线吗？真是晦气！掌柜的，还不快叫护警，把这俩要饭的轰出去！老娘今天非把这死胖子的牙一颗颗敲下来！若雪，淡定点。这件衣服用的是什么料子？住手！把你的脏手拿开！这可是镇店之宝！你这要饭的若是摸脏了一星半点儿，把你全家卖了都赔不起。既然是挂出来卖的，那就开个价吧。一口价30两白银，概不讲价。就几块破布加上人工卖30两，抢钱啊！这是穷鬼就是穷鬼！来人，把他们打出去！30两确实不贵，简直就像白捡的一样。那如果我今天买得起，你当如何？你要是能拿出30两，老子跪在地上管你叫爷爷！睁大你的狗眼，给老子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50两，太通钱庄。这衣服30两，给我包起来，剩下的20两赏你了，留着治治你那狗眼。少爷大人有大量，把小的当个屁放了吧。现在知道老子是有钱的主了吧？快点找2身衣服换上。这位姑奶奶，你拿好，小店最好的试衣间在里边。一件衣服换这么久，你是不是找不到衣带？你这一打扮是真好看啊！看什么看？再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下酒，感觉还不如我的破衣服舒服，打架都施展不开拳脚。掌柜的，你这套冰蚕丝利润确实丰厚，那些普通的幕布能卖多少钱
少爷有所不知啊，这大燕朝的布匹价格地别，达官贵人穿的上等绸缎，一匹也就卖个3、5两银子；老百姓穿的细棉布，一匹撑死500文；最下等的粗麻布，一匹50文。您这20两，若是买粗麻布，能买整整400匹呀！古代人赚钱真不容易，买件破麻布还得精打细算。这利润也太恐怖了吧！盐铁是官府垄断的，那这布匹呢？老百姓织布卖布，官府发持照吗？收税重吗？布匹不管啊，只要交了微薄的市税，谁都能买卖。赵家能垄断，是因为养了上千个熟练织女，且控制了上游生丝棉花，别人争不过。萧晨，你发什么疯？你弄疼我了！若雪，我发现了一座比卖血盐还要大1万倍的金矿。大燕朝什么东西最贵？除了盐铁就是布匹。老百姓穿的粗麻布，一匹要50文，而达官贵人穿的上等丝绸和细棉布，一匹竟然要5两银子。这就是古代的硬通货。可是纺织业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，古代的织女靠双手织布，一天撑死也就织出1丈布。咱们就算雇100个织女，产量也打不过赵家名下那几10个老字号布庄啊。若雪，你可是机械系的系花，还记得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是怎么开始的吗？珍妮纺纱机、水力织布机。大燕朝水系发达，城外就有流速极快的青龙河。我要你用2000两白银做启动资金，给我手搓出一台用水流做动力，1分钟跑200转的水力织布机。你疯了吧？没有现代高碳钢，没有铸阔蛇种陶，你要我在古代轮根本扛不住转速，半个时辰就会磨出火星子烧起来。那是你的专业问题。作为 CEO， 我只负责提需求和拨预算，大不了我把利润全给你，你要什么材料我去买，但10天之内我必须看到机器转起来。萧晨，你大爷的，又让老娘当苦力！既然没有好钢，那就用铁木做主轴；没有滚轴轴承，就用猪油和石墨混合做润滑力。你立刻去给我定做100个青铜齿轮，还有找10个最好的木匠。得令，刘总工程师。不对，齿轮甲核的间隙太大了，这批青铜齿轮是谁打的？误差超过了2毫米，这特么能跑200转吗？会散架的。刘总工息怒啊！这青铜终究不硬，要的剑开线齿形，小老儿打了一辈子铁都没见过，能打出这形状已经是祖师爷保佑了，怎么可能做到分毫不差？没有速控出陶，纯手工确实容易出现过差。咱们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大了？闭上你那外行人的乌鸦嘴！水车月轮转速极慢，要转化成飞梭高速往复的动能，至少3级齿轮加速。咱们可以用皮带传动来缓冲一部分齿轮误差的冲击力。去，给我把市面上最坚韧的牛皮全买来，还有主轴不用青铜了，用最硬的铁木。是，小老儿这就去。萧晨，推水车离合。我的天爷啊！神仙显灵了！这是木头成金在自己织布啊！半个时辰竟然出了一批成布，手工织母1天才能织1丈，咱们这台机器的效率竟然是手工的整整100倍！太牛了！从今天起咱们要躺着挣钱了！什么叫没有棉花了？大掌柜，小人无能啊！这几天咱们的人跑遍了青州府以及周边的5个县市，别说上等的蚕丝，就连普通的细棉花、好麻线全都没货了。见鬼了！大燕朝现在正是秋收刚过，棉麻大丰收的季节，怎么可能没货？是被赵家买空了。赵天霸公子下了死命令，动用了赵家钱庄里几十万两白银的现金流，以高出市价2成的价格，把江南、江北所有布商和农户手里的上等好棉和好线全部扫荡一空，甚至什么？快说！甚至赵家还联合了官府，在各大水路码头设卡，凡是卖给我们的，一律以私藏军需扣押。咱们派去提货的3条船全被扣了。萧晨，咱们现在的资金链还能撑多久？建水利工厂花了1000两，预付货款又砸进去800两，我们账上现在只剩不到200两了。如果3天内机器不能开动，发不出工钱，我们就会面临违约破产。老娘今晚就去宰相府，拿扳手敲碎赵天霸的头盖骨！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商业竞争打打杀杀是下策。老张，大掌柜请吩咐。赵家买空的是上等好棉和好线，对吧？那些稍微差一点的短绒棉、有杂质的废麻线极其容易断裂，手工织女根本没法用，织出来的布也是残次品。所以那些废料，赵家连看都没看一眼。那就好办多了。去，把账上剩下的200两银子全部提出来，去收购那些没人要短棉烂线，有多少收多少。如果那些农户嫌价格低，只要把烂棉花拉到工坊，
我给他们管顿饱饭。大掌柜，使不得，那是烂棉花，手工一拉就断，织出来的布全是死结，乞丐都不穿，咱们这不是拿钱打水漂吗？谁告诉你我们要用手工织了？老娘手搓的那台工业怪物，它的传动力量大的惊人，哪怕是掺了狗尾巴草的烂棉线，它也能凭着恐怖的转速和致密的飞梭，硬生生把它压制成紧实的平价布。赵天霸以为垄断了高端材料就能彻底锁死我们。萧晨，材料都进仓了，但这烂棉花确实太脆了，张力不够。上浆，现代纺织工艺的第2板斧，把最便宜的米帕熬成浆糊，让烂银纱穿过温热浆液再烘干。妙啊！冷却后表面形成坚韧保护膜，极大增加抗拉强度。你小子物理学的不错嘛。废话，没点储备怎么割韭菜？开闸，送水，放离合。奇迹就在这震耳欲聋的工业炼精烟中诞生中的。这布虽然粗糙，但结实啊，给农汉穿2、3年都穿不破。成本多少？烂棉花不要钱，机器不用人力，算上上蒸汽。大掌柜，这布的成本1匹不到10文钱。造化反应，动物脂肪加碱。大哥，你学金融的还懂化学吗？我当初可是全校的状元，数理化是必修课啊。这大燕朝的权贵们洗澡用的还是皂碱和胰子，去污能力极差。只要咱们搞出第1块固体肥皂，京城那帮败家娘们会排着送钱。可咱们只有10文钱，能买到上等的猪板油吗？能买到纯碱吗？谁说要上等的猪板油了？下水市场的屠户那里踢下来不要的脂肪，1文钱能买1大筐。城外乱石岗旁边烧木灰，不要钱随便扫。你要用臭脂肪和廉价草木灰去给京城的名媛们做护肤品，这叫变废为宝，绿色环保。到底造了什么孽会跟你串到一起？太臭了，老娘不干了！你是在熬制生化武器，这味道比现代的化粪池炸了还要恐怖100倍。坚持住，若雪，要想人前显贵，必须背后受罪。你看这油脂，它已经开始融化了。传我的命令，明天一早，在青州府4大城门外同时开设四海平价布庄的地摊。大掌柜，咱们定价多少？卖40文、30文、20文，这利润也太薄了吧？你错了，老张，不是20文，我们的定价是9文钱1匹。如果买2匹，第2匹半价，而且我们还接受白条分期，凡有户籍先拿布走，年底秋收卖粮再结账，不收利息。大掌柜，这是要逼死全天下的布坊啊！9块9抛油加白条套路，你这人不下18层地狱，阎王爷都得给你磕一个。商业竞争要么不做，要做就必须铲草除根。只要我们极低价抢占下沉市场，赵家的高端布就是一堆死库存。明天我要让赵家100年基业听到丧钟敲响的声音。龙凤布庄平价开仓，特厚御寒棉布9文钱1匹，买2匹第2匹半价。9文钱还半价，这商会疯了吧？走走走，去看看，买回去的当麻布也划算啊！大家排好队，拿户籍本登记。掌柜的，这布真只要9文钱，俺没现钱，真能年底拿2底。当然能，龙凤商会同走无牵。您摸摸这厚度，特殊工艺打磨的特厚棉布，冬天做棉衣，刀子风都吹不透。给俺来2匹，俺签白条。少爷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下来有本少爷顶着。可是那四海商会撑不住倒闭了？不是啊，少爷，是他们在城外卖布，全城的百姓都疯了一样跑去抢了。咱们的布主今天连半尺布都没卖出去啊！你说什么？9文钱？9文钱1匹，这连买1根好线都不够，他们哪来的原材料？小人找人看过了，那是用没人要的烂棉花和废麻压出来的残废品。花了30万两买空好棉花，他用垃圾造出了布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烂棉花一拉就断，手工根本织不了。他们哪来那么多织女，能织出这么多布？听说他们在青龙河边造了个木头怪物，不用人，借着水力自己就能织布啊！如果机器是真的，几10万两高价库存就彻底烂手里了。备马，把府里的护验全给我叫上！本少爷倒要看看他们那破木头怪物能不能挡住本少爷的刀！给我砸！把那妖姬给我拆成木柴！赵公子，伤好了。今天不拉稀了。若雪妹妹，你别执迷不悟了，萧晨就是个骗子。你跟我走，我保证让你穿金戴银，吃香喝辣。我穿你大爷！跨过这道门槛者，死！
兄弟们上啊！一个女人怕什么？找死！施老娘一记大锤80，这招叫杠杆原理物理超度。若雪放下武器，咱们是文明的生意人，怎么能动不动就砸人天灵盖呢？赵公子带着这么多人来，是想谈收购吗？你想得美！据我所知，你不仅动用了现银，还抵押了8大布庄，借了10万两高利贷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的高端棉花烂在库房，一匹都卖不出去，而高利贷的黑玉翅就在后天，还不上钱，江南黑道会收走你的8大布庄，连你宰相爹的脸面都保不住你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出2万两白银，买下你名下所有的8大布庄，以及你库房里那30万两买来的所有上等原材料。你疯了还是我疯了？那是我花了30多万两的产业，你这是趁火打劫！不卖，好啊，那就等后天你被江南黑道收走产业，到时候我花1万两就能从黑道手里买下来，你可以滚了。我卖！萧晨，你别得意。我爹是宰相，我一定。你一定还会来送钱的，我知道。老张带他去办转让手续。若雪，回去吃小龙虾。雷统领，前面就是那个剑上剑的贼窝了，就是这帮反贼搞出了什么妖姬。赵公子放心，宰相有令，刁民若敢反抗，就地格杀。秘方，本统领今晚就给您送到宰相府的案头上。不好了，大掌柜！外面来了好多重甲骑兵，把园区给包围了。慌什么？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顶。萧晨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装逼？3000正规军带马的冷兵器时代绝对战力，咱们园区连塞牙缝都不够。我知道，若雪同志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他们是包围我们，而不是直接冲进来屠杀？他们想要我们手里的配方，只要秘方还在，他们不敢放火。里面的人听着，大掌柜萧晨，立刻打开大门，交出提炼营炎之法和妖姬图纸，若有半个不似，3000体系踏平此地，鸡犬不留。大掌柜，咱们交了吧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命全完了。交了才是死路一条，在封建政治面前，退让换不来和平。真理只在众星闯弩的射程之内。老娘早受够这帮土逼了，要不要我一个人冲出去拧下他们的天灵盖？我要你手搓出能射穿重甲的物理杀器。闯弩还要连发的，你当我是神仙啊？你是现代机械系高材生，杠杆原理用得好，区区几把重弩算什么？1000斤的张力，人力根本拉不开，上太慢了。这就是我要建水利工坊的原因，利用水车转动轴上弦。目标砖墙。破城之后，除了那2人，其余全杀了。雷将军何必火气这么大？不就是想要秘方吗？我给。不过写在纸上容易被风吹走，不如让手下靠得近一点，我亲自念。前军上前50步，列阵。秘方就是多吃辣椒多补钙。那是什么武器？跑啊！穷寇莫追。可惜了没宰了赵天炸，要是他回京告状，咱们可就惨了。这就看咱们的皇帝陛下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启奏皇上，他们不仅炮轰府衙，还接管了北方80%布匹生意呀。溃军说，那2人手里有喷火的青铜腰管，能撕碎重甲，是妖业将士啊。9块9平价布，大白条，酒精皂粒黑火药，外加钱塘散弹炮。皇上息怒啊，保重龙体呀！有意思，没想到这破服务器没观察，还给老子匹配进来2个开小号的新玩家，满脑子资本论的金融狗，外加纯手搓青铜炮的机械狂，这俩新人的搞钱速度比朕当年猛多了。皇上，行了，都别嚎了，朕没疯。赵辅基贪赃枉法，被人连锅端，是咎由自取。皇上，那青州的叛乱，今日之事谁也不许再提。退朝！你们这开荒速度确实惊艳，但在朕眼里却不值一提。想在朕的地图上当军阀，就看你们有没有本事了。既然老天把极品打工人送来，朕怎么能放过？如果不把你们的新手村推平，你们是不会乖乖给朕当黑奴的。皇上有令，大燕皇家北洋第1铁甲舰队即刻解除封存，全员登舰，锅炉点火，目标青州府青龙河水道。咱们现在的资产，估计连皇帝老儿看了都得眼红。
等老娘把地下车间的水利塘船再升级一下，量产几百门青铜滑膛炮，到时候谁敢不服，咱们就大炮开路，直接把大烟巢改成大烟联合控股集团。这声音怎么听起来像现代的东西？这是……让我看看。去你的！这哪是肥皂的液体形态？你光煮肥油有什么用？没有游离碱液，你怎么切断甘油三酯酸的指尖？这不就是碱吗？我都兑好水了，你倒进去试试。萧晨，你是不是学习学傻了？草木灰里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钾，这种浓度根本不够发生皂化反应。那怎么办？启动资金只剩5文了，我上哪儿弄碱去？老娘上辈子真是欠了你的。去，把那半袋子老石灰拿过来。石灰？你打算砌墙啊？生石灰加水变石灰，倒进草木灰水里发生负分裂反应，生成碳酸钙沉淀和什么？说。生成厌氧快钾。算你还没蠢到头，还不快去弄！碱才是皂化反应的灵魂。蒸汽铁甲剑？怎么可能？这大烟巢连青铜器都还算高端战力，哪儿来的后膛现膛主炮？咱们以为自己是炸鱼塘的王者，搞了半天，咱们只是在新手村玩泥巴的萌新，对面把科技树点满了。水怪，天罚降临了！里面那个手搓青铜炮的机械系小妹妹，别躲了，朕在望远镜里看到你们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朕是大燕朝的皇帝李兴和，比你们早来了10年。怎么想在朕的地盘上当军阀，体验一把当土皇帝的快感？你们的那3门破青铜炮，在朕面前就是一堆废铁。朕给你们10秒钟考虑，举起白旗投降，把银子交归国库。萧晨，咱们投降吗？乖乖跟着朕回京城，以后一起去轰平列强。穿越到这古代，好不容易当了老板，更不可能给你当打工总，有种你就开炮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新人就是欠教育。全舰听令，主炮准备，给朕开火，把他们轰成渣！快跑！没想到这皇帝也是个挂逼，那就看看咱们谁更厉害。咱们从头再来，搞他的经济，挖他的墙角，造比他更狠的枪炮。老子倒要看看，这个大燕的皇位，到底谁能坐得住？顺着盆边慢着点倒，别溅出来。可以了，倒进去。继续搅拌，顺着一个方向，匀速不能停。温度太高了，撤掉2根柴火。好啊，你们2个小兔崽子！我就说这2天怎么满街的死老鼠味儿！你们在我的房子里煮屎吃是不是？给我滚出去！立刻马上！大娘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们不是在煮屎，我们这是在熬药。熬药？你当老婆子我瞎呀？什么药能臭成这样？赶紧滚！那10文钱的房租我也不要了。等等，大娘，我们熬的是专治风湿骨痛的祖传黑玉断续膏。黑玉断续膏。古语有云，大臭即大香，良药苦口利于病啊。我看您刚才走路左腿微跛，是不是每逢阴雨天，膝盖就如针扎般刺痛？你怎么知道？这是寒毒入骨啊，大娘。我这膏药是用9981味毒虫猛兽的油脂辅以烈火熬制，只要敷上1点，保证您药到病除。是不是感觉有股热流在往骨缝里钻？好像还真是，似乎没那么疼了。废话，你那是强奸刺毛血管产生的错觉。这锅药刚好到了最关键的收稿，您再容我们1晚。行吧，明天一早必须走。真是晦气！你真行啊你，把强奸肥皂当膏药贴给老太太，明天她要是起水泡了，非拿杀猪刀砍死咱们不可。那点剂量还不至于，明早咱们早就带着肥皂去变现。别废话了，快看，凝固了没有？去污能力很强，而且比古代的皂盐温和得多。白花花的银子我来了！少他妈套近乎，别高兴得太早。你闻闻这味儿。这也太臭了，可是我有个妙招。这味道已经散得差不多了，直接揉进肥皂里根本盖不住猪油味儿。这就得靠你的机械物理学了。简易水蒸气蒸馏法，通过加热让水蒸气带走花瓣里的香气，然后在主管处冷凝渗出。虽然纯度极低，但掩盖那股猪油味足够了。成了。
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卖？直接去街上摆摊，10文钱一块。好东西当然要用好的营销手段。在信息不对称的时代，奢侈品的定价权永远在故事。今天青州府首富崔家的大夫人要举办赏花名媛会，全城最有钱的败家娘们都会去，我们只需要找个试验品就行。站住！瞎了你们的狗眼！要饭要到崔府门前来了。凭你们也配问我的名辈？就说京城龙凤商会大掌柜路堵此地，特奉大内御用凝脂鲜入灶做赏花会贺礼。大内御用，京城大掌柜，穿成这副德行，还敢冒充皇商？给我打出去！吵什么？不知道今天是崔姐姐的赏花会吗？哎呦，原来是赵夫人！这2个乞丐冒充皇商，还说什么大内御用鲜露灶，小的正准备把他们打发了。本夫人就是当朝宰相的内侍，宫里什么稀罕无样，本夫人没见过。你这乞丐竟敢用大内之物行骗！原来是赵夫人。